第1133章谢金腰果。圣丹城的炼药师交易会在这片区域也算是拥有着极为不弱的名声，这交易会可不像其他交易会那般鱼龙混杂，如果要将交易会分个3、6、9等的话，那么这次萧炎等人所要去的交易会应该便是能够算作上等之流，远非昨日看见的那些小交易会可比。这处交易会的地点也是处于圣丹城外域，不过那地段却是不差，位于外域与内域的交接点。据说这交易会也是有着丹塔的支持，方才会发展的这般壮大。而也正因为如此，在这交易会内交换物品极少会出现类似杀人越货之类的事情，毕竟在这丹域内可还没人能逃得过丹塔的追杀。炼药师交易会，站在一幢占地颇为辽阔的建筑物面前，萧炎望着那淡青色木匾上龙飞凤舞的字体，不由得抹了把冷汗。这交易会的名字果然是叫做这个。此刻的这交易会之前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水般的来来往往，无数身着炼药师袍服的人在周围一道道艳羡的目光中，顺利地通过交易会门口那重重护卫进入其内。就是这里了。萧炎望着这颇为恢宏的交易会，偏过头对着身旁的叶仲问道：叶仲笑着点了点头，旋即有些缅怀的道：好多年都是没来这里了，变化还真是挺大的呀。萧炎在确定了目标后也是一笑，然后缓步走向交易会大门。而在那些脸色冷肃的护卫即将阻拦时，从那戒中将前天考核得到的那枚7品炼药师徽章取出，轻轻地贴于胸口上。在见到萧炎胸口上的那枚徽章时，那些脸色肃的护卫这才缓缓退回脚步，对着萧炎躬身行了一礼。按照这炼药师交易会的规矩，达到7品以上的炼药师有资格带领一些同伴进入其中，因此对于新兰等人也并未阻拦，而是任由他们跟着萧炎进入那宽敞大门。大门之后是一段宽敞而凉爽的通道，萧炎几人顺着通道走近，然后那沸腾的声音陡然迎面而来，然后钻进双耳之中。站在通道门口，萧炎目光一扫，出现在其面前的是一个极为辽阔的大厅。大厅之内有着众多摆放整齐的石台，犹如摊贩一般。在石台之后，一些看似摊主的人影盘膝而坐，神态懒散，完全不像是什么生意人。当然他们也的确不是。大厅之内人流量也是相当恐怖，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身着炼药师袍服，显然他们都是炼药师。不少炼药师游荡在这辽阔的大厅之内，偶尔会在一些石台前驻步，仔细地打量着石台上的那些摆放之物。若是有看中的，则是会停下脚步，与摊主开始进行商谈，交换条件。这炼药师交易会也分等级区域的，这只是第3等区域，第2等区域在2楼，第1等区域则是在顶楼。不过要进入上面都是需要条件的。叶仲在萧炎身后笑道：要进入2楼需要达到6品炼药师等级，而3楼的话则是至少要7品等级或者斗尊强者方才能够进入。萧炎缓缓点了点头，笑道：先在这里逛逛，看看能否遇见一些东西。说完，他倒是饶有兴致地率先行进大厅，然后目光开始在周围那些摊贩上来回扫动，想要找出什么他所需要的东西。见到萧炎这般，叶仲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几人皆是紧跟上。在这人山人海的辽阔大厅之中转悠，相当的消耗时间。萧炎不过才看了20几个摊贩，却是花费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。而且最令得他无语的是，还是没有什么收获。虽说这里的物品品质比起外面的一些交易场合的确是要高上许多，但却还远远没有达到打动他的地步。这里的东西早就被经过严格的筛选，而且这些家伙谁不是眼力过人之辈，想要在他们手中淘到一些别人未曾发现的宝贝，那可不是容易的事。就在萧炎逐渐失望时，其身后的叶仲终于是忍不住的道：真想要宝贝，便是得上2楼或者3楼。闻言，萧炎不由得翻了翻白眼，嘀咕道：不早说，看你兴起，我怎好打扰你。走吧，先去2楼看看。叶仲摇了摇头，然后对着上2楼的方向指了指。萧炎也是一点头，然后快步而去。以萧炎等人的条件，进入2楼自然是没问题。虽说新兰有些勉强，但看在萧炎胸口上那枚7品中级的徽章后，那些守卫在迟疑了一下后，还是将人放了过去。进入2楼，那种喧闹的声音顿时减弱了不少。2楼面积也不小，璀璨的水晶铺在地面上，犹如光滑的镜面一般，
看得人有些刺眼。在这些水晶地面上也有着不少的水晶台，台上的那些东西，光是远远一看便知道比下面大厅的那些货色好上不少。这2楼的人远比下面少，而且素质也是要好上不少，皆是安静地看着自己看中的物品，然后低声与摊主商量交换条件。萧炎的目光也是缓缓地从这些水晶台上扫过，许久之后，走动脚步终于是一顿，其目光停在了面前台上的一个玉盒之中。在那玉盒内，一枚血红色的椭圆形果实正安静地躺在其中，血气弥漫间透着一股勃勃生机。血晶妖果，一种极为稀罕的药材，乃是吸收精血而生的一种妖异果实，深藏地底，吸取那些精血之中的生机之力，最终化为果实之形。这血晶妖果是炼制生骨溶血丹的主要材料之一，而生骨溶血丹又将会是萧炎此次丹会所要炼制的丹药。7品顶峰，甚至能够踏入8品层次，这生骨溶血丹炼制自然是极为困难，并且药材也是异常罕见，想要炼制成功，成功率极低。若非此次萧炎因为这几次的机缘，令得灵魂内逐渐充斥灵气，感觉到在炼制丹药时越发的得心应手，他也不会将主意打在这生骨溶血丹之上来。毕竟这丹药的确是太过难以炼制了。当然，难归难，但这生骨溶血丹却是萧炎必须炼制成功的丹药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药老。日后若是救出药老，那么便是得解决躯体的问题，而炼制躯体则是需要生骨溶血丹。药老并非是天火尊者，给他所炼制的躯体，萧炎不论如何都是会拼尽全力，只有生骨溶血丹方才能够让的躯体最为完美。而炼制生骨溶血丹需要3种主材料：血晶妖果、万年青灵藤、血骨参。这3种材料是必须齐备的，但至今为止，萧炎只见到了面前的这枚血晶妖果，其余的2种皆是尚未弄到手。这等稀罕药材，即便是叶家都是没有。目光在玉盒之内那弥漫着血气的血红果实上扫了扫，旋即萧炎目光便是转移向了石台后的那名售卖者，一名身着红袍的老者，在老者胸口处有着一枚6品等级徽章。哼，这位先生可是看中了什么东西？红袍老者也是看了一眼萧炎胸口处的徽章，心头顿时一凛，抱拳客气地笑道：这东西怎么换？萧炎也并没有过多的纠缠，指着那血晶妖果笑道：呵呵，原来是血晶妖果。这位红袍老者明显对自己所要出售的东西极为了解，一口便是道出了他的底细。能够在这里售卖东西的人，眼力可丝毫不比萧炎弱。想必这位先生应该知道这血晶妖果的稀罕程度，炼制一些7品高级的丹药都是会用上它。红袍老者笑了笑，然后抚着胡须道：我这枚血晶妖果想要换取一卷老夫未曾研习过的7品中级丹药的药方。萧炎眉头一挑，淡笑道：阁下说笑了，血晶妖果虽然罕见，但7品中级的药方可是无价之物，谁会拿出来与你交换？虽说萧炎有着药老所留下的众多高阶药方，但却不代表着他可是肆无忌惮的胡乱抵押。血晶妖果的确珍贵，但却还远远比不上7品中级的药方，而且这种药方还得对方未曾研习过的。红袍老者眼中有点尴尬，他知道有些狮子大张口，但他却依旧不想退避，毕竟他也知道他面前的这些东西中，也就血晶妖果最为珍惜与昂贵。见到红袍老者不肯降价，萧炎也是摇了摇头，转身便是对着星兰道：我们先上顶楼转转，你不能上去便先留在这里，顺便寻个位置，说要收购血晶妖果、万年青灵藤、血骨参这些珍稀药材，收购条件每种药材皆用一枚成品的7品中级丹药换取。闻言，星兰也是点了点头。在交代完毕后，萧炎目光转向红袍老者，淡淡的道：这便是我换取的条件，至于你换不换，那便随你，如果考虑好了，可以找他。说完，萧炎也不理会红袍老者皱眉的脸色，转身便是对着顶楼行去。一枚7品中级丹药换取一种药材，已是相当不错的价格，若是这老头还不接受的话，那萧炎也就懒得再跟他多说废话。